方，人风呼啸，对峙过命运惊涛。时间考验纷扰，我自横刀，和明天肝胆相照。是燃灯就必见星辰，是地狱就落地生根。数越过几千卷，不如人生里浮沉。 哎呀，没想到剧本世界里还有这方天地啊！我没写过的这些人和事如此有趣，比我写的还要精彩。不是我说啊，编剧老师，您写的那些东西还真不怎么样。看看我们演员自己编出来的剧情，不比您那些强多了吗？哎，我说，你带我来这儿到底想干嘛？我是想让您知道，什么叫敬畏角色。 敬畏角色，我知道南恒在您的眼里面就是一个纸片人，包括街道上的甲乙丙丁，还有残江月这帮兄弟们，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蝼蚁，对吗？可在我眼中，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们每一天都是真的，每一天都想好好的活在当下。所以，我希望您可以高抬贵手，让每一个人。 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，好吗？宋小鱼，你是铁了心了，不打算跟我回去了是吧？是。如果你强行把剧情拉回所谓的正轨，就意味着会死很多人。我跟南恒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。编剧老师，您不会？ 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吧？我？哎呦，我能打什么歪主意啊？我只是在想啊，怎么能更好的适应这个世界。哦。上官鹤，你出来！糟了，雪姨打上门来了。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，是脑子进水了才会把纸片人当真人。切。 上官鹤，你这个登徒子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毁掉了我女儿和18殿下的婚事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但凡有点良心，就跟我去唐宋府，当着阿听的面跟他说清楚，让他对你彻底死了心，好好的给我嫁入皇家。哎，夫人的意思我明白，但要我将听听拱手让人，恕在下难以从命。什么？你竟然敢跟我说难以从命？哈！ 难不成你要娶了阿听吗？啊！倘若她愿意嫁，我便愿意娶。你有什么资格娶我女儿啊？是，数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宋一听确实是这世上最出尘脱俗、傲然高洁的女子，
我这样一个行走江湖的草莽，怎么配得上他呢？又怎么能给他想要的生活呢？你知道就好。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因为宋一听想要的并非一纸婚约，也并非一桩看似门当户对的姻缘，而是一个能陪他纵览人间、快意此生的逍遥知己。宋夫人，这些话我会亲口对他说的。倘若他想过一个不被约束的人生，我必欣然同行；倘若他想体验婚姻的意趣，我必3媒6证娶她过门。又或者，他娶我过门。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我说编剧老师，您在现实世界里面到底是吃过多少爱情的苦啊？写出雪姨这么一个棒打鸳鸯的人设。你要是高抬贵手，让宋一听嫁给南恒，不就没这一出了吗？殿下到底怎么回事？怪，实在是太怪了，气血两亏，殿下这是重伤之事啊！哎，是不是殿下大婚之日受的伤，现在还没有痊愈啊？不对，殿下伤势最重的几日，身子也没有如此虚弱，怎么这数日过去，反倒每况愈下了呢？倒像是自那场重伤以后，引发了一场重疾似的。可有什么医治之法？微臣只能尝试下些补药，调理气血，再观后效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本王府回京城，本不该智慧贵府家事。那就请王爷不要多管闲事。夫人所言，令听者不适。哼，再怎么不是，也是我们宋家自己的事吧，轮不着外人前来多事。之前确实是你宋家的家事，可如今也是我楚家的家事。夫人不是想讨一位门当户对的家婿吗？今日我便收上官鹤为膝下义子，以王府出身为其造势。义子，义子好啊！之前我爹跟老王爷就是文景之交，眼下阿听跟楚鹤两情相悦，这不正好吗？啊，夫人，爹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是，这就楚贺了？二当家讨个媳妇儿，牺牲这么大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姓氏乃身外之物。宋夫人，之前你不是口口声声嫌弃他是江湖草莽吗？现在该满意了吧？哎呀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赶紧叫爹！这，不是一眨眼的功夫还多了一个爹，也太突然了吧？别犹豫了，阿虎，拿纸笔来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便把宋楚两家的婚书给签了。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啊！父亲此举，到底是何意？自然是为了对付南恒啊。对付南恒？这婚事跟南恒又有什么关系？莫非父亲是想将上官鹤和宋家拉入麾下，与南恒离心？处在你的人物逻辑里，你怎么想都对。为父这么做自有为父的道理。想来那南恒已经离病入膏肓不远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上官白鹤，之后是上官鹤，现在倒好，上官都没有了。我说鹤啊，你是真大气啊！你闭嘴！啊？这千羽王来的蹊跷，做事也蹊跷。看似乱拳出击之后，我想，这事儿可能没那么简单。富贵啊，禀退左右。这左右也没人呢，殿下。哦，哎，什么是这么神秘啊？连富贵都不能听啊？
你可曾听闻过剧本事件？啊？我说爹，事儿都给您办妥了，您怎么还愁眉不展的呀？梦儿啊，你说这楚理为什么要帮上官鹤跟阿听呢？当然是想证明他在这个世界里，当然是想帮您解决心头大患吧。爹，其实您也挺喜欢上官鹤的，对吧？而且您也不想让阿青嫁入到皇室，对吧？什么都逃不过你这双眼睛。你看看，哎，家里的旷日之战可算要过去了，让爹清静清静吧。宋云阁，我到处找你呢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啊，这婚书都定了，别闹了。不是我在闹，你搞清楚再说话行吗？是你这宝贝女儿她在闹，她说她不嫁，她说什么？还未亲耳听得楚鹤沉迷心意，就绝不愿意将此生给托付出去。哎呀，你真是气死我得了！等，你再让我品一品。你说这画本自成天地，你我皆为书中人。我第一次听闻这些的时候，也跟你一个反应。这简直天方夜谭呢！故知道，这一切一时无法接受。不，我早就觉得奇怪了。这世间怎会有如此俊逸绝伦的一张脸？原来你是画本中人啊，这就全解释得通了。哎，你说像我这样的人，有什么样的结局啊？肯定比你这冷面皇子更讨看客喜欢吧？你呀，没有结局，啊？也就是说，这原本的剧本里根本没有上官鹤这个人。怎么可能？那我怎么冒出来的呀？我想，定是这剧本世界运转诞生出来的人物，倏然而来，忽烟而去。倏然而来，忽烟而去。对，黎十六这个身份，我想也是因为剧本运转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变数，因为变数过多无法控制，这编剧才化身千羽王来到此处。那我问你啊，这画本里有宋一听吗？有。她最后嫁给谁了？18皇子。嫁给姑了。嫁给你？不是，你放心，我对宋一听绝无心思。我跟你说这些呢，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千羽王他有猫腻。哦。不过奇怪啊，照这画本的走向，他应该要极力撮合你和宋一听才对啊，怎么反倒错成了我和他的婚事呢？知棋者，动一子则患乾坤，所以我们得赶紧知道他下一步打算做什么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不过，探查这个事儿，不让我出马吧？你这跟宋一听待久了，都学会抢答了。更何况现在你是千羽王的义子，你来探查最为合适。为何同为纸片人，有些人呢就能作威作福，而有些人啊，却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？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是男主角。男主角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你的命运不是被写画本的人操控着呢？有意思吗？
像我这样倏然而来、呼烟而去的人生，那才叫有意思呢。等等，那不就是凭空出现、凭空消失的意思吗？我会凭空消失吗？倏然而来，呼烟而去。阿听，你要知道，这人和人的性格他是不一样的。上官鹤这个人放荡不羁惯了，不懂得表达情感很正常。但是他今天在残江月说的那些话，肯定都是肺腑之言。句句没提情爱，但句句的意思都是在意你、喜欢你、想跟你在一起。表白嘛，只是一种形式表达而已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不懂，我已经对他表明心意这么久了，他一次都没有开过口。我不懂，我一个结了婚的过来人，我不懂。你只会躺平在原地，生活中如此，感情中亦然。你和南恒之间100步，99步都是他连滚带爬闯到你面前的。你真的懂？有事儿啊？殿下，今日你在院中跟上官鹤说的事儿，我都听见了。那剧本世界的事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了。然后你接受了？殿下，你是不是以为以小人的性格，知道此事之后一定会1哭2闹3上吊啊？刚开始我也是很惊讶的。但是后来我吃了8个馒头，绕着太子府跑了10圈以后，我突然就想明白了。你说这画本之外真实的世界，小人见过吗？小人没见过，那就是不存在。那既然它不存在，小人为什么不能把此地当作是真实的世界呢？没想到你还能想到这些呢。毕竟是同殿下一起长大的，不像那个上官鹤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。殿下，你吐血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上官鹤呀？
不告诉他，也是怕他担心。太子妃那边也要瞒着？没错，此事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千羽王既然这么厉害，你跟他作对的话，结果将会如何呀，殿下？还不知道，但不管如何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改变结局。因为成婚之时，我便答应他，要保护他一辈子。殿下，小人的心意也是如此啊。小人是笨，但不是没有脑子。你跟上官鹤说的事儿要是没有危险的话，那为什么不告诉小人呢？还不是怕小人把你气血两亏的事情暴露了，影响对付千羽王的大计吗？我自有打算。哼，是，你什么时候都有打算，在关外的时候有打算，回朝了还有打算，受委屈了有打算，命悬一线的时候还有打算。殿下，小人就问你一句话，在你的计划之中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危？我自己的安危，我自然会考虑周全的。你周全个啥？要是真有什么话本的话，小人被写出来，就是来保护殿下的。殿下想什么做什么，小人都知道。假如，我说假如，我要知道这一刀让你伤成这样，我肯定不会听你的，我誓死也要先杀了那个楚归鸿。殿下，行了，姑知道你忠心。那你答应小人，把自己的安危纳入到计划之中。好。小人还是不相信，除非你现在把周密的计划告诉小人，小人才能安心。你别太过分了，你啊。行吧，那以后你出去议事的时候，你带上小人。殿下，你就记住了，在画本里小人被写出来，就是对你忠贞不二的，不像那个上官鹤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呼烟而去，扑啦扑啦飞走了。到时候你使唤谁去？还不得是我吗？知道了。南恒，南恒，我今天在回屋的路上闻到药味了。你的伤是不是还没有好透啊？啊，来，你转过来，给我看看。别，我好了，早都好了。御医又给我开了几个方子，现在已无大碍。真的？真的。瞎说，你这个人就爱瞎逞强。我得看过之后才能放心。看一眼。我有事问你。我就看一眼。别，等一下，我有事问你呢。今天你跟那个千羽王去残江月干什么了？而且，他怎么还收了上官鹤为义子？南恒，这到底？私人时间，能不能不要总是聊公事啊？哦。你呀，就放心吧。千羽王呢，已经渐渐的在融入这个世界了。要不怎么会丽亚夫人帮着上官鹤和阿婷定亲呢？可他上午还想带你走来着。我们女人在外面办事儿的时候，你们男人能不能不要在家胡思乱想、胡想八想的，行吗？信我一次。好。南恒，你把靴子脱了。哦。腰带也解了。来，外衣也脱了。你今天有点反常啊。来。干嘛？南恒。怎么了？南恒，我喜欢你。有多喜欢？
喜欢到你跟 ATM 机同时掉到河里面，我会毫不犹豫先救你的那种喜欢。ATM 机？嗯。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何许人也，但肯定没有玄甲君厉害吧？你这个傻瓜。总之呢，说情话就对了。而且以后我会经常说给你听的。以前你朝我走了这么多步，往后啊，换我走向你。那喜欢不能光用嘴说，要行动哦。真的？对啊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不是让我行动吗？那我就行动给你看。那个。看一看啊，洞庭红菊。上次买完洞庭红菊便出了事儿，这次，哎呀，你杞人忧天了啊！上次是因为为了纪念母后才买的，这次咱们是为了送给父皇买的，那能一样吗？那不一样。好，来，给殿下。哎，荣华，你怎么来了？还请殿下借一步说话。啊？哎呀，只是小定而已，这么大阵仗，主兄对我宋家着实是很看得起呀。宋兄过谦了，京城的名门望族，全剧中唯有你我两家，本该如此。倒是太子殿下，七妹的小定，居然拨冗前来。有些事不亲眼看看，心中难有定论。更何况，王爷近期的几番动作，都与姑身边的人有关，难免会让我有些怀疑。本王年纪大了，能有什么心思？本王只是想瞧着小辈们安安稳稳成家立业。归鸿没有福气迎娶宋氏女，倒是鹤儿圆了我跟宋兄的旧意。啊，确实如此。但是，我找钦天监算了算日子，好像这半年之内都没有合适的婚期。哎，要不然这件事儿，我看宋大人是因为宋二姑娘不肯成婚之故，想要推脱。楚归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宋家的事儿你也知晓。哈，昨日归鸿巡逻办差，赶巧碰上宋夫人，所以闲聊了几句。哦，赶巧。这宋夫人去残江月，王爷就赶巧收了个义子。这宋家的事，他楚归鸿也是赶巧听闻，怎么这么巧啊？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！好，宋兄，我突然想方便一下，可否稍后片刻？好，请。上官鹤，这台阶都给你铺到脸上去了，说一句我喜欢你就这么难吗？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呢？哎呀，太子妃，大嫂，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好吗？算我求求你了。你给我站住，回来！我跟南恒的事情，你跟阿天也没少插手，礼尚往来，我也得还你们这个人情。之前是不是你跟我说的，像你我这样的人，这一辈子总要为谁赌上一切去冒险？你我二人都是懒散之人，没有什么鸿鹄之志，要的不就是个平稳自在的生活吗？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
若是连1、2个值得赌上一切去冒险的人都遇不上，仅仅只是活着，那还算活着吗？我信了，也照做了。可是你呢？明明比谁都重视阿听，那为什么那些甜言蜜语非要在背后讲？你当面就成哑巴了呢？大当家都跟我说了，话本里没有我这个人，一个不存在的人能给他什么像样的结局呢？话本，你都知道了？所以啊，你也不希望我突然消失，留你妹妹孤零零一个人在世上吧？你怎么会突然消失呢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糕，你相信我，真的。二当家，二当家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家被偷了，你快去看看呀！十八殿下，你特意约我来残江月，到底何事？请。婷婷，你赠他73幅画像，孤比他还多1幅。只要你点头，父皇赐婚的圣旨一定早于他们楚家小定的婚书。十八殿下，你不是已经让圣上取消赐婚了吗？这又是何意？哎，那个，你就当姑是一时冲动，婷婷莫怪啊。婷婷，你可以不喜欢姑，但是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嫁给一个对你毫不在意的人。婷婷，姑喜欢你，可以为你写下书信情诗，可以当着京城贵女的面坦诚心意，可以向父皇公然求娶。姑可以做一切你想要的事儿，可是他楚贺呢？啊，他能为你做什么？所以18殿下，今日是来抢婚的。啊，对。姑真是婷婷，爱重婷婷，所以今天当着在场诸位的面，特来抢婚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是吓死我了！太子殿下，你身上的反派气质也太重了吧！生平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门。这青天白日的，王爷为何如此心虚啊？这难不成促成上官鹤这桩婚姻的事，也是另有隐情？哼，这么快就开始怀疑我了？宋一墨都跟我说了。你为了这个剧本，可算是披肝沥胆、不辞劳苦，但如今却看到被更改至此。我要是你，定也想力挽狂澜，扭转剧情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当然要这么做。我可不相信你想要留在这儿。嘿嘿，还真让你猜对了。南航。大婚之后，你的身体可有不适啊？啊？随着宋楚两家结亲仪式的推进，可有加重啊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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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开口？你真想让阿婷嫁给他呀？我数3个数，要是在场无人反对，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上官鹤，
你可别后悔。 3、2。不必说了，我答应你。不是你这么快就答应了？你不再考虑考虑？我之前追求你那么多次，你都没答应，你怎么今天突然就……以前不想嫁，现在想嫁了，不行吗？行，也不是不行。婷婷，你这么说，我还是挺高兴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咱们两个这种关系，有时候他必须……不必废话。你们这帮男人，一个个磨磨唧唧的。我自己入宫求职。婷婷，哎。 等等，宋一听，我问你，你究竟要什么样的情爱？不问来处，不问归途，相知相守，天涯与共。不问归途。倘若我突然消失呢？你要走要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我何时强求过？ 倘若我先你一步离开这人世呢？那就将你长留心底，再去寻找下一份、下份情爱。这世间男人多的是，我宋一听只会守着一方棺椁，蹉跎芳华。好一个绝情的宋一听啊！姑听不懂，但是看得懂。他俩呀，成了。上官鹤，你别废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 小女见过18殿下。殿下，臣女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婷婷，婷婷，不是婷婷，婷婷，我现在解释还来得及吗？放开！哎，婷婷。假如，我是说假如啊，要是没有上官鹤，或者说上官鹤对你不好的话，你。 会考虑我吗？不必说了，我答应你。18殿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皇嫂，这其实。 是舅舅让我来帮忙的。帮忙？嗯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这是故意的，假求婚？啊。南航，这剧本世界有剧本世界的规则，除了你们已经知道的2条之外，还有2条。1条，涉及我回去的途径；
只要你和宋一梦走完剧本名场面，直到大结局，我就可以穿回去。而最后一条就是改变名场面者必遭反噬。城市萦绕，多少凄冷迷雾。你我宿命交错纠缠成熟。听风在耳畔倾诉，黑夜的企图，眼眸守于。何时有归途？岁月风声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。幻化一瞬息，似梦若即若离，爱恨怎能藏匿？岁月风声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浮生孤步为云，改换一注定。结局尽在咫尺依然有你。岁月风声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。幻化一瞬息。